大家午安，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先来介绍这一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旺哲好，各位朋友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到现在伊朗的外长已经抵达了巴基斯坦来参加和谈了。那巴基斯坦的外交部表示呢，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已经抵达了伊斯兰的马巴德，准备参加预定的美伊和平谈判。但是呢，没有提到跟华府的特使魏科夫还有库许纳的会谈。那川普这个时候怎么讲呢？川普说伊朗将提出符合美方需求的方案。他说这个伊朗正在准备提出一项新的方案，试图回应华府提出的这个条件。双方停滞一段时间的和平谈判，预计呢将在巴基斯坦来做重启。那我们看到现在巴基斯坦的首都封锁控管的现况曝光，包括了这个美国官员就说美伊谈判可能随时会举行，这个大家看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另外呢，路透社说现在首都伊斯兰的马巴德大多数地区已经进入了一种1周的安全封锁状态，军警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官员称美伊谈判随时可能展开，相关的这些管制措施短期内不会解除，随时准备好迎接包括川普在内的这些各方代表。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包括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副总统现在没有出席周末会谈，现在官员说什么？官员说对口没去，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好，现在有官员透露，由于伊朗国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并不会出席会谈，他是这个伊朗代表团的领队，所以被视为范斯对口的人物。所以卡利巴夫的缺席，美方就认为那范斯也没有必要到场。好，那现在美国谈判代表已经随时待命前往巴基斯坦了。这样白宫发言人这个李威特说，包括副总统范斯在内美方代表呢所有成员都在待命，如有必要的话就飞到巴基斯坦。那现在革命卫队也介入了。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退出了谈判代表团。卡利巴夫呢原本是负责跟美国的间接谈判，由于巴基斯坦牵线调解进程，但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介入日益加深，使这个决策的空间受到一些受限，所以最终退出了这个谈判的主导角色。那是不是上面看起来好像一派和谐，可是私底下的情况呢？我们带你仔细来看。我们看到美国的部分，现在以色列的贝尔古瑞机场布满了美国的 KC-135的加油机，大家看画面可以看到，看得非常清楚的表示了，现在已经表达他们对伊朗可能会发动下一轮的攻击，停火呢给他们准备的时间而已，所以是不是美国蓄势待发，准备要攻击呢？那现在刚刚看到美国的军事卫星正在以高解析度的方式监控6个关键的伊朗地点，图片在这里，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地下导弹基地啦，包括铀浓缩工厂，另外呢，包括德黑兰东部的铀矿区，另外包括荷姆兹海峡附近的一些战略岛屿，通通给你照得一清二楚。但是伊朗是吃素吗？伊朗当然不是吃素了，而且人家也公布出来，伊朗的国家电视台呢公布一份新的能源设施清单。他说这些设施呢将在战争重启后成为攻击的目标，包括卡达的拉斯加斯跟拉凡液化天然气的设施，包括了像是几个油气的管线，包括像是这些等等设施，通通给你标示出来。所以你美国可以用卫星标，我伊朗同样也给你标出来。好，那伊朗现在也声称呢，美国在停火结束之后呢，仍拥有未使用的飞弹能力。伊朗的国防部声称有大量未使用的飞弹能力。那另外呢，在这个跟这些公司签订的伊朗在4月30号前袭击以色列的合约仍处于待定状态，100%是的。好，那现在呢，包括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发表演说，说伊朗的人民构筑全国防线，给予敌人最沉重的打击。他说，现在呢，这个构筑了一道绵延全国的防线，而且在各个角落筑起了坚固的堡垒，从给这个敌人要给一个沉重的打击。好，我们先请教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现在到了巴基斯坦和谈，可是你看整个的脉络来看，感觉可能还是战争一触即发的感觉。No， 我觉得现在双方第2轮回谈会有一点点进展，但不一定会有关键的决定。上次的回谈其实是在互测底线，是，也就是说，你对方是不是真的想要升高情势，进行相互攻击？
那结果测试的了解，那虽然美国有在加强封锁，伊朗也加强封锁，但是呢，没有升高情势，相互攻击。这一次呢，当然主帅就没有出现，谈判的主帅，因为谈判主帅出现的话，那就需要来跟你谈最后的决定了。对，所以呢，就双方的这个等于是次要的代表，那像是川普的女婿、中东特使这边呢，就是外交部长。大概现在在做什么呢？测试基本的这个互信能不能够建立？哦，这个很难的。现在美国、伊朗之间怎么还有互信呢？可是他就是在巴基斯坦以及各国的促使之下，也知道现在再进行战争，边际效益递减，同时也会产生更大的冲击。所以经过第一轮之后呢，这一次再进一步的做测试，什么样的初步呢？可能大概针对浓缩铀或者是核武，或者是荷尔蒙兹海峡，或者是封锁，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这个各自的说法。是。那我看到伊朗这边也说了，外交部长不会跟美国的代表直接会面，所以可能还是采取各自在各自的房间，巴基斯坦中间穿梭哈。那你就看到，在这个会谈第二轮会谈之前，双方也各自把彼此有利的这个筹码跟氛围给塑造出来。是。我们看一定要看清楚哈，美国这边你看到，比如说在以色列的空中加油机，比如说在中东地区已经来了3艘航母，加起来超过20艘军舰，比如说美国的在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说一定要继续打伊朗，我讲得很严重哦，或者是比如说他们现在川普不断的警告，这都是在拉高自己的氛围跟筹码。伊朗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前2天，他在德黑兰展示最新型的飞弹，的警告说，我还有足够的量哦。然后呢，伊朗这2天公布什么呢？在8月底8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叫里海峰会，里海环绕全世界最大的内陆海，有一个5国的里海峰会，8月初举行。伊朗已经宣布，他们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会和普京见面。这个时候讲这个事情在做什么？这时候讲这个事情，当然就是在塑造接下来谈判的时候，我要自己把我的自己的筹码以及这个姿态要把它拉高。同时，他也强化在荷尔蒙兹海峡的管理跟扣押，巴拿马籍、利比亚籍都被扣押。所以你看你如果一个单一事情看起来，你觉得好像这个战鼓又在高涨，但事实上它都各自在布局。所以我看这个现在的情势除了上一次在测试底线。彼此了解到，大概不会真的，美国不会真的全面的攻击或者是地面战争，甚至不会再进行这个新的轰炸。那伊朗呢，也不会完全的去破坏荷尔蒙兹海峡，然后呢，去跟美国在它的封锁上去冲撞。这一次在巴基斯坦的这个游说之下呢，我觉得其实会有一些进展，也就因为万斯跟伊朗的议长没有出席。那就表示说，这个进展可能不会是最后的决定。那可是呢，各位，2015年当伊朗跟美国各国谈伊朗核子协议的时候，你知道谈多久？谈了2年呢，进行了数十场的会议。是会议的内容，美国还拿去到专家，然后呢，也就是说浓缩铀的测试的比例是不是会产生武器级的效果？他还重新去做实验室里面去做了一次，才到这个最后的文本当中去确认，2年数十次，那然后呢，这一次才第2轮，根本还没见面。是，那你当然这是个战争之后的这个情况，所以战争之后呢，真正要多少浓缩铀，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这个过程。现在是在测试，持续的在测试底线，但是呢，了解到大概不会把战争再提升，那可是。并不代表不会真的出现，因为随时可能会有擦枪走火的这种情况。这里面唯一最大的变数，我觉得是以色列。我觉得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他会不会破坏跟黎巴嫩的协议，再一次的攻打就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以色列会不会又让大家很意外的是进行第3次的斩首行动？以色列在从战争到现在，各位，战争到现在，今天已经是第56天，这中间呢，以色列做了2次的斩首行动，会不会做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现在
非常的脆弱。那但是呢，看起来大概是往这个比较互彻底线，然后呢重建互信、基本的互信的方向前进。是好，请教将军。我认为这个美伊双方现在已经走上战略僵持。那战略僵持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认为还会到持续一段时间，是，并不会说立刻就打起来，因为这个双方的态势都是嚇阻。美国实施的是战略嚇阻，他那么大强大的要伊朗屈就，但是伊朗所实施的报复嚇阻，你打我什么我就打你什么。你如果再打我，再杀我高层，我就把这7条海底电缆给你切断，回去，通通跟你切断。所以报复嚇阻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嚇阻。那换句话说，这双方就要做僵持了，因为美国怕的是伊朗的报复，伊朗无人机、伊朗的地对地的导弹还有能力。那这个状况啊，现在我认为将来的谈判呢，会向伊朗倾斜。哦，往伊朗倾斜。往伊朗倾斜，为什么？因为伊朗看到美国现在目前有露出了3个短板。第一个短板呢，美国不打地面战，也不打夺岛战，他拉克岛也好，哈尔克岛也好，他也不夺岛了。然后也不打地面战，说82空降师、第31远征军、第31远征军都要过来，好像那个兵力不够，因为打地面战啊，最少要5万人起跳，没有5万人，伊朗太大了，你一查下去，这个我们知道就被稀释掉了，战力稀释了，你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关键性的战力，所以不打地面战，不打夺岛战，美国想要让伊朗屈服，伊朗不会屈服，因为伊朗现在已经走向这个鹰派当家。鹰派是主战派，伊朗现在几乎没有鸽派了，他们主战派当家，那这样让伊朗屈服就蛮困难。那伊朗看到美国还有第2个短板什么？火力不够，他现在的西腰拐空中霸王，还包括习5的银河式的战略运输机，哇，都在空中运输往前补。但是你要是空军的运输，没有海军的量大。海军一艘军舰啊，5万吨、3万吨的这种运输舰，我们不要讲是作战舰，运输舰。2万吨、5万吨的，一运下来不得了。那空军的话没有办法，都是算这个能够100-200吨就不得了了。所以空军的运输量是有限。换句话说，这种后勤的火力，尤其是美国的精准制导的飞弹不够。因为在第一波的40天的作战呢，消耗了大量。那现在要补足跟第一波所使用的这些导弹精准制导的，目前还没补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反导系统，爱国者飞弹。以及我们所说到的这种标六反弹飞弹，我认为这个不够，它还在补，要补够。换句话说，火力会没有像第一波那么强，那伊朗就有底气了。第3个是最重要的，他已经看出来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大，那美国有将近70%不主张伊朗战争，那川普要面对的是期中选举啊，面对的是选民的支持度啊，压力就大。还有一个，这个国会有60天的授权，60天马上就到2个月了，那你这个战争就要经过国会的同意，参众2个月。当然，川普可以硬干，但是问题他还面对国会的压力又来了，选举压力也来了，选民的压力、国会的压力，还有一个国际，因为国际包含德国、英国、法国，包含意大利，甚至包含西班牙啊，都不太在这一方面说，你们那个川普都讲话，你们为什么不挺？他讲说他们孬是这个样，那这样不是他们不挺，因为他们不愿意，因为帮助美国就是帮助以色列，他们不愿意帮助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现在打黎巴嫩，那现在呢，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帮助以色列，是问题在这个，如果没有以色列参与这一脚，我会告诉你，这些刚才所讲的这些国家都会去帮助美国，因为美国毕竟是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啊，是这样，所以伊朗看出这个美国有3个短板，所以伊朗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底气了。好，请教彬哥。其实我觉得整场谈判能不能够比较顺利一点，关键人物还是第一个川普，就他要先闭嘴。他如果不闭嘴，又在那边乱放话的话，这个现在因为看起来伊朗这边逐渐被革命卫队这边主导的话，那革命卫队那边的人只要听到川普又在那边乱鬼叫，我看恐怕这个就谈不太下去。是，那我们现在采取一种间接谈判的方式，也就是其实讲起来也蛮好笑的，就是巴基斯坦在中间，然后他们去跟巴基斯坦讲，然后巴基斯坦再去告诉对方他讲了什么，然后在这样传话，好像小孩子在吵架一样，对，班上的同学吵架了，对，这是很奇怪的一种做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双方对对方都充满了不信任感。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一次谈判应该不会获得什么很具体的成果，但是
主要就是看是不是能够让局势再缓和一点。那你说美国有没有做准备？有，对，我们也刚看到了影片，它 KC-1355也准备好了，对，然后大量的弹药啊这些东西，它也现在不断的在往中东这边集中。可是问题来了，根据 CSIS 的说法，美国在这之前38天之内耗掉了它将近一半的弹药库存。那好，就算你现在把剩下一半的弹药库存全部运过来，那请问一下，可以把伊朗吃下来吗？看起来是不太容易吃得下来。那再来，美国也不可能把剩下一半的弹药库存运过来，为什么？他其他地方不要了，对啊，他印太不要了吗？欧洲不要了吗？他在全世界各地，包括他国内的防御，难道全部都要放掉吗？不可能嘛。所以以美国现在军工生产速度，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发动之前那38天他发动的攻击，他已经发动不出来。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其实美国再继续持续在这边打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如果没有办法做出比之前更大的打击的话，那对伊朗来讲，他顶多就是继续冲下去而已，他不可能会被你一枪毙命。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自己应该已经看出来这个状况，他想要的就是一个华丽的转身，怎么样让川普有一个能够交代的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能够让他交给美国民众，他就可以跑。可是问题是，以色列显然不希望这样，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以色列会不会又找个理由再动手？这就很难说了，因为现在是美国强制以色列跟黎巴嫩停火，可是以色列会不会随便找个理由说他又攻击我啊，或干嘛啊，然后会不会又再发动下一波攻击，就很难说。那我觉得现在伊朗的这个议长被拉走，然后现在由革命卫队来介入的话，大家都知道革命卫队的鹰派是很多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你美国不要谈也可以啊。那我们就继续跟你对抗到底，继续打到底。对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看得出来，时间拖得越长，其实看起来对伊朗比较有利，反而对美国比较不利。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如果美国没有想要快速谈判的诚意的话，那这样谈判可能会拖得非常非常久。所以我认为川普自己要去思考，你除了在面马嘎除了放话之外，你是不是应该要赶快结束这一场闹剧，这样对全世界都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现在川普啊，是不是把中国来扯入局了哈？那会不会打到自己呢？因为就在川习会前啊，斩断这个伊朗的这个经脉，现在美国呢要制裁大陆的炼油巨头与数十家航运商，因为为了切断呢伊朗的石油外销的资金命脉啊，美国的财政部呢在4月24号宣布啊，对于大陆大型的炼油厂位于辽宁大连的这个石化工厂呢，现在约40家涉嫌运输伊朗石油航运公司的这些公司跟货轮跟油轮呢实施制裁，进一步呢切断要透过伊朗这个影子舰队出口石油的资金来源。好，那美国的财务部长呢贝森特就说了，此次行动呢是经济重击政策的一部分，目的呢在于对于伊朗施加更强力的财务压力，削弱中东的军事能力，还有核计划发展。所以呢，川普是不是剑指中国的石化巨头？那现在包括了美国呢要制裁购买大量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厂，那驻美使馆反对这样的无端的打压，这个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就反对这样的情形，他呼吁停止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制裁来打压中国公司。那这个联合报写了一篇，美国呢更依赖稀土工艺啊。美国媒体呢说中国是美伊战争隐形的赢家。现在呢，包括很多报道都写说，美国跟伊朗开战，让中国大陆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不花1毛钱的情况之下呢，成为其中隐形的得利者。那里面提到说这个美国对伊朗动用的这个战斧飞弹、联合定向的攻击弹药，还有掠食者的无人机武器，都需要稀土制造。那稀土这些东西，那每一个消耗每一枚弹药，这些先进武器呢，美国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就越来越深，所以美国还是需要中国的稀土。所以像到底打下去，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那另外看到的时候，现在包括这个无暇抗中吗？无暇大厦只剩吹嘘跟坏女孩政治了吗？
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The one institution that should win the Nobel Peace Prize every single year i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ecause we are the guarantor of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not just of our country, but of a lot of people in this world.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所说了，因为现在有这个记者问他说：“哎，你们是把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那你们会把考虑改成和平部吗？那毕竟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刚刚看那一段，赫格塞斯说：“哎，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啊，好，事实上我们之前拍过一个影片，说啊，有一个机构啊，每年都拿诺贝尔和平奖，应该就是美国军队。”好，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问题是，你看赫格塞斯的五角大家奉行坏女孩政治，如同高中女生胡闹。哦，这样的情形，那这样的情形呢，在美式的英文的口语中啊，指的是刻薄、狠毒跟爱找麻烦的情形。那美国国防部呢，爆出了一股强烈的异议浪潮，多位的官员啊，指责赫格塞斯啊，助长这样的坏女孩式的政治氛围。那这种氛围呢，在伊朗的战争关键当中呢，彻底扰乱了军事领导层的运作。那有一位呢，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啊，他说啊，哎呀，你总觉得天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冒犯的事，会惹怒这些坏女孩呢？那现在呢，包括了高级的国防官员啊，越来越多表达这些忧虑了。他们称五角大厦最高层的在那边鸡皮蒜毛的内斗，跟那个变幻莫测的决策文化。一名这个内部的人士更是直言，这样的氛围就像是高中生行为一样幼稚。所以里面开始有出现一些内斗的氛围了。好，那现在呢，日本的自卫队坠机现在美国盟友呢高市早苗也被中国大陆呛瞎了。这个风传媒写了一篇说零件装错4年，居然没有人发现。美国 F2 战机坠毁调查出炉，意外曝光自卫队的后勤黑洞。好，在这个错误的安装零件之下呢 ，F2 战机啊高强度的飞行运作训练之下呢，不断累积金属疲劳，最终在2025年8月。彻底崩溃，导致发动机发生故障。好，那现在呢，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再现獠牙。中国大陆外交部呢3个绝不来回绝日方的最新动向。这个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说啊，阴见不远，不可不察，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啪啪啪讲了一堆。他说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破坏和平。好，那另一方面看到前首相杠上了现任首相石破茂，对于高市早苗唱反调，说不该盲目追着美国跑。这个看出来日本看起来是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军演互尬，中国在吕宋岛东部外海实施这个实弹开火，但是没有公布时间跟坐标。共军的南部的战区啊，在4月24号发布了中英文通稿称，近期啊，在南部战区啊，组织107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发布的这些演训活动，来实施实弹的射击发布在这里有中英文都有出现。那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好，先请教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现在川普是不是要斩断，也拉中国一起来加入这一局，也要斩断中国伊朗的金援呢？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讲的，他在针对和谈的时候要加大压力。对啊，以战逼谈。那因为事实上，这些中国大陆的原油公司或者是这些船舰，就跟美国已经被禁止了。那主要都是在做这个中东航线，因此美国对它的制裁又影响到什么东西？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筹码而已，也就是刚才我讲的3艘航空母舰，然后呢，众多的空中加油机，以及要去逼中国的船停止购买，就是伊朗的油。而事实上，你现在在封锁的过程当中啊，那中国的船现在也进不去，是那伊朗船也出不来。那但是这些油一天大概是130万桶，对中国的影响会有，但没有这么的大。而且中国的原油的进口占它的发电的结构比例比我们低了很多，所以整体对中国的能源冲击并不是那么大。你现在看到美国的战争部这个情况，就表示说，这个霸权呢，它已经在它的这个机构治理上完全乱了套了。美国现在在这个战争之后，其实战争一开始就表示美国我们所知道的川普2带领的这个美国已经完全转向，它不再是赫泽塞斯所说的每年都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保护者，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秩序的保护者，它其实是交易者，甚至是一个收费员。也就是说，他愿意提供一些这种协助，但是这个不是公共财。
这个是要收费的。是，所以不管是基地收费，或者说你不支持我的战争行为，他现在威胁要把西班牙要暂停在北约的这个身份等等之类，所以已经从保护者变成交易者，甚至收费员。那你想想看，对亚洲的影响会是如何？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在自求多福。在关税贸易已经是如此了，他拿自己的市场保护起来，然后呢高筑这个就是收费关税的高墙，那大家就只好加深彼此欧洲、中国、东南亚、非洲之间的贸易关系。5月1号，53个非洲国家除了史瓦蒂尼之外，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商品零关税了。所以这个是川普的所作所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善意霸权，提供全球公共财的霸权，而变成一个类似像交易者，甚至是收费员。讲到日本这个东西哈，各位知道吗？你在日本看这个电影尤其是美国的电影、外国的电影，大概都比外面的档期晚，起码3个月到半年。比较晚起码晚3个月到半年，十几20年来都是如此。那整个日本内部的这种认知跟国际的潮流，我觉得差不多更晚。它现在内部越来越明显的就是敌对中国的态势，不是在一般生活、观光这都不会感觉不到，但是呢，你只要到媒体、政治人物或者是在这些报道之下的留言，很明显的就是敌视中国的这个态度，然后呢反中的这个氛围非常明显。所以现在高市长在做的东西我觉得几个真的是要背离过去的和平主义了吗？是不是要真的走向再军事化？你会不会变成美国的代理战争的就是棋子？你怎么跟美国再次说不呢？比如这一次美国要你去这个做护航，你还可以用法律，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说不咯，因为他第一个他说要修宪，第二个他要改非核三原则，第三个他已经改了武器出口的这个限制，现在杀伤性武器可以出口了。然后呢，他现在去做靖国神社的参拜，至少越来越多议员，126个议员已经去了，他自己用贡品，而且用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所以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整个日本内部越来越明显的这种就是说氛围，这个氛围在这个区域会造成中国跟日本的紧张关系，甚至相互的敌视，将来会不会发生冲突呢？这都是日本现在必须要去这个深刻思考的。好，请教彬哥。我觉得美国现在大概正在从各个方向不断的累积他5月中旬川普去见习近平的时候手上握有的价码、筹码，所以我觉得他在不断的就把这些中国大陆列入制裁名单啊，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甚至不是有传出消息说美国 CSIS 智库的前美国官员来警告我们，要赶快赶在川习会之前通过1.25兆的军购，通过王定宇放话，对，都是看起来都是在累积，到时候去跟习近平谈判的一些筹码。那这有用吗？不知道，到时候再看大陆怎么接招。但是稀土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绝对不是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能够扭转这个劣势。对，所以当你被人家戳中这个死穴的时候，我觉得美国要去想想，你如果动作做得太大，到时候中国大陆进一步加强管制稀土，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你最近为了伊朗战争，你的先进武器已经耗损非常严重，那你的稀土库存还有多少？你有办法填补上这个漏洞吗？这个缺口吗？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考量。那赫格塞斯其实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小人得志的这种状况，然后讲就是这样，他其实不知道。他一副洋洋自得，说美国是全世界的这个和平的缔造者，应该每年被颁诺贝尔和平奖啊。可是赫格塞斯没有发现吗？川普跟你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只讲利益不问是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让18、19世纪的帝国主义复辟。因为18、19世纪的帝国主义就是全部都只讲利益啊。只讲能够对我国家有什么好处，根本不管什么正义，不管什么道德，不管是不是该做不该做这件事。美国现在就是恢复成那个时代的样子啊，所以你还好意思去讲什么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笑。美国现在正在把自己的盟友一个一个踢出去，赫格塞斯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吗？所以我觉得他持续这样搞也可以啊，因为美军的战力其实正在被赫格塞斯耗损当中，他不断的把这些资深的将领换
换上愿意听他们话、拍马屁的人。那这个对美军是件好事吗？美军的战力，我认为是在持续下降中的。那至于说日本，老实讲 F2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非常压抑。日本人过去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东方的德国，一板一眼，一丝不苟，职人精神，零失误。可是最近这几年，日本已经出了多少类似的状况，报表也造假，什么东西也出状况，所以日本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日本了。那高市早苗还要这样跟中国大陆对干吗？好，请教张将军。我认为这个日本的 F2 啊 ，F2 它自制的战机目前，我们讲到的妥善率并不好。它总共做100架了，四架是量产，其他的总共96架量产，4架原型机是在做验证。然后他们因为日本它是个岛国，岛国的话，这个湿度高、潮气还有盐分高，跟台湾很容易。对，你一架飞机大概有5万个零组件，是这个整架那么多，从发动机到飞操系啊，还有起落架系、通信、逃生系，太多了。然后这5万零你哪个地方装的时候，有时候你要知道在修的时候啊，你都要摆得很清楚哦。你要如果装完之后，你看，哎呦，怎么还多了一个螺丝钉？那有的人就把它丢掉了，你知道吧？这样可以丢掉。对，要丢，因为赶快，你不然重新拆、重新开始啊。然后这样丢掉会不会出事啊？对，就是这个样子。那怎么多了一个？怎么螺丝钉多一个？这个经常会有，因为你要知道那个系统太复杂了，太精密了哈。对，那每一个铆钉，然后每一个螺丝，然后每一个管路，你都要去接。那个你，而且里面是盘根错节，不是里面井然有序，不是。你看那个一个发动机出来，那整个都好复杂哦。那还有先后次第，还有进入反手，就是说你要装这个时候，你要把前面拆掉，装进去再重新装，顺序都不对。是你这个顺序不对的时候，你这个反手你没有反手嘞，你没有反手，结果你是不是就把它省略掉了？是。所以有的东西这个是修护纪律的问题，那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修护纪律有人就会便宜行事，怎么多了个铆钉？没有人就把它丢了算了。那问题是飞在里面，你装进去，这个几年都没有人发现啊，你不可能天天去看的。真的在最里面呢就出事，是这个样，它出了这种状况。因为 F2 是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跟日本的三菱重工2个合制的，是你一合制就会有时候会有技术上啊协调性有时候会出点问题。它的发动机用奇异公司 F11动啊，那奇异公司一下又久了。而且 F2 它是单发动机，你注意看它的 F2 的外形呢，很像美国的 F16。你注意看，你要仔细看，非常像，它的这相似度大概80%，非常像。然后问题是用久了，日本在这一方面可能它为了引进这个新的 F35，那对它的 F2 可能就会比较疏于照顾，便宜行事，所以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飞安的事件。那我们现在来看呢，那美国这个战争部哦。钱花得多，但是它有几个短板。第一个，海外驻军太多了，800个基地，800个营区在海外，你知道养它就不容易了。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焕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哦，每次大家在看川普投顾的逻辑，礼拜一投资人都会操了蛋，礼拜一通常放空嘛，礼拜三放多嘛。那所以伊朗战事如何呢？几个最新消息几乎都不太妙，包括了伊朗又扣押了一艘船，这个船呢被说是声称由希腊船东拥有的，挂的是利比亚的国旗哦。可是呢，根据革命卫队6个月来的掌握，认为这一艘船或挂着这样类似船东的船呢，多次往返于美国港口，无视于伊朗的警告，就认定他是美国的人所以就把这个船给扣押了。伊朗国防部长发言人表示，荷姆斯海峡现在是处于伊朗掌控中，仍然这个海峡是我管的啦。所以，为了实现伊朗民族诉求的控制干港，必须要这样做。所以呢，多年以来，大家在问，为什么川普一下子声称要控制荷姆斯海峡，最后也只是设了个防线而已呢？因为呢，这个报道是特别分析，伊朗在波斯湾沿岸建造了100多条的海底隧道，从这个海底隧道里头可以发射反舰飞弹、巡航飞弹、快艇、致命的袖珍潜艇，就是那个小船被说是蚊子船美国海军因此不敢进入这些水域。
伊朗的海岸呢都要保持这个200公里的距离，已经长达了50天。伊朗的地下城市停泊着数千艘透过画面看到的军用舰艇，随时都可以准备起击沉美国的船只。伊朗说，世界很快就会明白“粉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画面就是地下这个城市、地下水道的画面，这些船只不是只是说说而已，看起来画面清楚的显示，它仍然有十足的战斗力。而且伊朗继续宣布哦，他们自主研发了超过1000种武器，提供供应链里面是打不垮的。各种武器还不断的曝光出来，不管有形无形的武器生产供应链。目前有9000家企业跟武装部队跟国防部开展合作，所以川普讲的，他没有海军了，没有空军了，没有飞弹了，完全是一个被打趴了的情况之下，伊朗不断的用画面跟实力来告诉大家，他们不是川普所形容的如此哦。伊朗还说，大部分的飞弹能力在美国的战争当中还没有使用。同时，透过现在都是 X 上面社群发布的清单，这个清单我相信让众多国家产油国都瑟瑟发抖。公布这个能源设施清单说，如果接下来战争一旦重启的话，将会成为攻击目标。地图标示的都是一些能源设施的重要的地点，有沙地阿拉伯，有卡达，液化天然气有产油的地点，大家都吓坏了。美军集结在中东的力量一样也不容小觑，双方都把武力值拉到最高哦。美军的部分是20多年来首见哦，被认为美军重兵围下了伊朗。第三艘的航空母舰抵达中东，由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发文的。从2003年来第一次看到有这样3艘航舰，林肯号、福特号、布希号齐聚中东，包括还有200架的飞机，15000名的水手海军陆战队进入了责任区。CNN 认为这样盘点下来，证明一件事情：如果整个作为增援不是接替，那就代表了极为不寻常的航舰兵力准备要作战吗？当然这是个问号，因为川普一连串的做法都是很矛盾，但是现在是不可测的。来看一个现场画面哦，包括在大量的美军这个基地是在以色列的这个机场里头，这个叫做古里安机场哦，本古里安机场里头停了这么多的加油机，还有各种的飞马座啦、KC-1153啊等等，大量的美军的军机停在这里，都代表着大量的集结。中东这里蓄势待发，所以呢，美军传出来3个方案应对谈判，一直这个礼拜迟说要礼拜2登场，礼拜3登场，第二次谈判一直没有登场，现在这2天又传出来，我们待会就要来谈了。但现在为止说是有3方案要应对，如果破局的话可能会做什么？包括了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在美伊停火协议如果破局的话，就要马上进行打击，打哪里？荷姆斯海峡围绕战略性的水道进行更集中的轰炸，然后要兑现川普之前威胁的所有能源设施、民用设施、民兵两用的设施都要打，还有把目标锁定在伊朗的军方领导人，甚至我看到有媒体直接报道说，他们已经掌握锁定了新的领导人这个哈米尼家族的位置，要把他给斩首等等的，这种暗示说要把这些革命队司令也把他斩首的这种行动的新闻报道也不少。所以美伊冲突呢，以目前计算，一天都要烧掉大概10亿美元的规模，加一加，目前至少已经烧掉了350亿美元。那么月底呢，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预算继续要送进国会啦，那也要经过国会的同意啦。那么这么高的军事成本，对于美国来讲，恐怕也是非常沉重的负荷。将军，我早就讲嘛，打这个仗，美国在烧钱嘛，一天烧10亿美金，你能烧多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美国的弹药缺了以后就要补的要跟国防预算，原来8000亿的美国国防预算现在要到1兆5，那换句话说，它奇缺了。所以这个问题国会能不能通过不知道。国会给你授权的60天，5月1号到期。美国现在所有讲的作战目标只能再炸一次，炸谁？炸伊朗在荷姆兹海峡所有的水下坑道。因为这个水下坑道里面蕴藏了有伊朗大量的无人艇、水下潜艇、飞弹发射区，这些武器地下，所以你能炸的效果非常有限。而且炸这个能不能结束这个战争？不能结束，
美国现在是虚张声势了，在他起身炮回家的路上，走之前要放一串鞭炮，乒乒乓乓，表示我获得赢麻了的战果，所以我就很光彩的可以回国。为什么讲这个仗美国是虚的呢？号称3艘航母，其实有2艘都要赶快回去修补了。问题很多，问题太多了。福特号已经搞了快10个月了，官兵都快要造反了。林肯号的战斧飞弹都打光了，所以完全就靠不须号去。不须号能够提供的也就是这个战斧飞弹，可以打地面目标。所以美国就列出来，我把你伊朗的发电厂、能源设施统统给你炸掉，让你生活很困扰。但是美国有个马脚露出来了，为什么在古里安摆了这么多加油机？代表什么？因为你的航母不敢靠近霍姆兹海峡，航母上的飞机起飞要去炸伊朗的内陆的话，没有加油机的加油，飞机回不来。所以它的打击的次数不像说是航母上面有充分的抵近的距离，因为作战飞机顶多作战半径是1000公里，它离的在曼达海峡、在印度洋、在地中海，要打到伊朗本土去可以去，回不来。它摆了这么多加油机，就代表你航空母舰的打击能量受到限制。打击能量是怎么算的？航空母舰上假定60架飞机，一天可以起来3次36就180架次，起来2次就120架次，起来1次就60架次。这个东西你要穿上加油机的话，你就不可能起来那么多。所以美国讲的很多东西是虚的。那伊朗已经把他要反击的目标列给你看，这什么意思呢？你美国封锁我封锁荷姆兹海峡，双方在封锁。第一个目标是你所有海湾国家的一滴油都出不去。那伊朗的报复更狠，我不但让你出不去，我把你的油田设施炸了，真的，天然气场炸了，你3年之内可能都没有油。这个东西让中东海湾国家非常恐惧。我现在的油卖不出去，我的现金资转流就有问题了。你再把我油田炸了，我3年不出油，我靠什么过日子？吓坏了。所以伊朗就拿这些目标跟美国叫板：你要敢炸我的发电厂，你要敢炸我的水源设施，你要敢炸我的这个生活设施，我就把你中东最好的几个圈养的几个朋友，统统给你毁掉，让世界真正碰到石油危机。碰到石油危机的时候，你美国好不到哪里去，而且这个全世界要指责的对象不再是伊朗了。我伊朗已经讲过，我可以开放荷姆兹海峡，只要你这个国家来跟我商量。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英国、法国都私底下去商量，将来怎么样让我的船过，保护费要怎么交。结果你美国在曼达海峡搞第2道封锁线，你不是要这些国家都不要活了吗？所以今天所有的美国的措施，只是为了将来脱离这个战场，有一个比较好听的战果。为什么美国急着要走？国内的问题快要掀锅了，快要革命了。你又要见习大大，时间也来不及了。还要退还关税呢。哎呀，他的关税又要退税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一大堆问题。所以他一定要在草结束，赶快走。那做得漂亮一点就炸一炸，其实炸这个没有用的。你连伊朗的海军都没有消灭，你只消灭水面舰，水下呢还有新的飞弹呢。所以这个问题啊，伊朗是有拖的本钱，美国没有拖的本钱。伊朗的第2次跟美方的谈判迟迟无法登场，那现在是处在双方互相放话、极限施压的情况。川普也是，伊朗也是。美伊在玩的就是我们博弈理论里面谈的叫 chicken game， 叫弱鸡博弈。那么双方都在拉高声调，都在虚张声势，但是美国相对不利。为什么？因为美国是没有赢
就是输。那伊朗呢，相对有利，他没有输就是赢，所以伊朗只要撑下去，那么最后赢家就会是他。那美国现在虽然搞了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集结在中东的战场，福特号在红海，那个布希号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林肯号也在阿拉伯海，表面上好像声势很大，但是刚才帅将军一语道破，你基本上布希号就是来替补福特号的。福特号现在不但马桶堵塞、洗衣房失火，现在正在接受司法调查，极可能就是因为船上的水兵，他们基本在海上漂流了，已经超过300天了，所以他们都有厌战的心理。会不会是他们自己放的火？现在正在查，所以士气很低迷。但是现在对川普来说，他必须要赶快抽身而退，要赶快结束这一场战争，他不能再掉到战争的泥淖，否则他国内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啊，他采取的战略吓阻能够吓得倒伊朗吗？很明显的，伊朗现在已经洞悉美国的6大短板。第一个短板，伊朗的地形特殊复杂，根本美军没有办法打地面作战。第二个，他即使把范围缩小到只有夺哈尔克岛，川普自己讲过了，他或者有偷看我们的节目。川普怎么说？川普说，如果即使夺下哈尔克岛，很可能是岛上的美军呢就成为伊朗火力的肉靶。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常常在谈的一个论调，毫无掩蔽。对了，第三个短板就是他即使要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只能够封在第2层，也就封在亚曼湾，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封锁。那没有办法完全的封锁，你就造成了事倍功半嘛，你的封锁是不完全的嘛。第4个短板就是补充的火力不足。CSIS 不是讲了吗？这一场战争，美国已经耗掉了他的武器弹药的1半的库存，他现在补不上来啊。你也不能不顾其他的地方，亚太也要顾啊，南美也要顾啊。你现在如果把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搬到中东的战场，那其他的防务就空虚了嘛，美国的霸权就无法维持嘛。第5个短板就是美国国内的反战的氛围非常的强烈，尤其是那个战争法案60天的期限马上就到29号，对，马上就到了。好，最后一个短板就是你今天美国烧钱的速度非常的快，电视墙上不是有讲吗？1天就烧掉了10亿美元呐。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美国本来财政就困难，美债的累积现在已经堂堂步入40兆啊，40兆美元呐。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利息一定上涨啊。那川普跟美联储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川普是不是进入了一个进退两难？所以伊朗再撑下去，他一定赢的。杨老师，其实伊朗已经赢了，以目前他能够把战争打成这样，在国际舆论里头已经觉得伊朗现在谈判筹码在他手上。我很喜欢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球赛啊，我觉得球赛进行当中，每一个球队一开头都有一个叫作战计划，真的是有啊。譬如美式足球也好，篮球也好，我们这一次要主要要依赖哪一个战术什么等等，结果发现打了一半。这个状况有变，然后呢，中场休息以后你落后很多，好的教练就是可以调整战术然后在下半场反攻能够成功。我认为今天伊朗我们常常讲说川普是滚动式决策，
伊朗何尝不是在滚动式之间调整了战术啊？那看到一些美国的短板，然后他让美国越打越辛苦。我觉得这一点他就真的就像刚刚你讲的，主持人讲他已经赢了。那我看到美国集结这么大的兵力，我认为川普应该回去看一个老电影啊，叫做《六壮士》啊，《六壮士》那个电影是讲大概就是英国在2次大战的时候，在这个想要去救一些被围住的英国人，但是那个船啊，在这个希腊那边的亚得里亚海那边爱琴海那边，就是碰到了很大的问题，是德国人就从要塞里头一路打这个枪啊。那我觉得夏将军应该也知道，2次大战的时候，长江这个日军想从长江打进四川，没有办法，因为长江更窄了。你现在去想，荷姆斯海峡还宽，长江更窄，两边我们就放了几个大炮，就是船只过就打。那我觉得现在你看看他讲说，沿着这个湾啊，埋在地底下，他这么多东西。公布的画面很惊人。最后为什么六壮士那个电影是演什么？是说他们假扮希腊人登陆那个岛啊，然后呢，从后面破坏这个德国的堡垒，然后去把这些人打掉了。那这个炮台被炸掉以后，英国的船只才可以平安的过去。等于是你要深入敌后。我不知道美国川普是不是看老电影，忽然有这个想法了啊，就是把这再加上你不要笑，真的，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当你面临到你要穿过一个地方，两边都是炮，你怎么办呢？都有这种水雷啊，或者那你只有把它去从后面去击坏，可是要登陆伊朗才有可能。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目前大概不太可能。第2次谈判到底有没有可能登场？我们这个标题蛮酸的，但好像也是现在国际舆论是这样的：川普求谈判，先前都是川普说伊朗求着我谈判，但现在似乎国际上看起来这个风向正在变。川普一直讲我们谈判在即，但是伊朗一直打脸。白宫说将抵达巴基斯坦，马上就要谈判喽。他的儿子跟这个相关的人员即将要进行巴基斯坦、伊朗的新一轮会谈。可是伊朗却说，针对美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随即在 X 上发文说，目前完全没有计划跟美国谈判代表会面。那么的确这个阿拉奇伊朗外长出现在巴基斯坦，不过他公开发了文，他说包括巴基斯坦、还有阿曼、俄罗斯，甚至土耳其，我看他发文里头还有个伊斯坦堡，都是他接下来要外交访问的首要目标，但并不是要去跟美国谈判的。所以显然美伊双方现在面临的是僵局咯，有没有办法直接对话都还是问题。当赫格塞斯声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送给世界的礼物，光这个字眼一出来，全球哗然。他在五角大厦对记者说，美国伊朗航运的封锁即将继续直到完成美国大胆而且危险的使命，就是什么呢？要消除伊朗对于全球安全的威胁。所以原来世界还要感谢美国送给世界这么好的礼物吗？那么赫格塞斯这段话是记者问他说，那你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和平，你不是应该要把它改成和平部吗？他怎么回答？听听他的谈话。The one institution that should win the Nobel Peace Prize every single year i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ecause we are the guarantor of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not just of our country, but of a lot of people in this world. 他意思是说，我不用改名字，改和平部，我就应该要每年拿诺贝尔和平奖了。所谓的大言不惭，全球的媒体都惊呆了所以这个伊朗教育部部长是这样说的：接下来会把教材编写在这个伊朗战士当中的记忆，相关部门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各种这个舆论战、教育战也要把它纳入教材体系。现在伊朗是不是还能够正常的小学生能够上学？不知道。那么在一个战争下的很脆弱的暂时的安稳的生活，连教育都会是大问题。而以色列跟黎巴嫩呢，最不希望战争停的当然是以色列。那么本来呢，川普把人找来白宫宣布我们停火3周，双方好像都说好，结果才刚讲完没多久，以色列立刻回去就说，这个黎巴嫩破坏了我的规则，所以他直接无视停火。
火协议才刚刚3周，这个协议刚出来哦，结果轰炸了黎巴嫩这个村庄，在南部的村庄，透过卫星画面，我们真的觉得毛骨悚然。这个村庄原本是林立的这么多的家族、家人跟生命，轰炸当中到轰炸完，最新的画面是几乎是夷为平地。这个是在黎巴嫩南部 CNN 形容说没有见过的场景，让人毛骨悚然，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相比之下，对比当然觉得恐怖，这里面有多少条人命？而这是在停火协议被白宫宣布后所发生的现象。以色列讲啊，突然发动攻击是因为黎巴嫩的真主党啊，继续在这个特定的地点，有火箭首度越境啊等等的。纳坦雅胡说会持续应对任何的威胁。那当然，黎巴嫩针对这些轰炸也立刻回击哦。自从以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真主党多次的攻击啊，所以以色列境内也发射火箭弹，属于停火后首次。本来大家只在想说真主党能不能被黎巴嫩政府给控制住，现在光是以色列、美国都控制不住了，所以美国延长以黎的停火很难降温，真主党呛这种停火根本没有意义，甚至呢他还公布了画面是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飞到黎巴嫩上空的画面，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们直接被打了下来，就说真主党公布这个画面是说无人机不断的到黎巴嫩的境内来攻击，那但是呢，真主党不会被击败，他们仍然会持续的反抗。将军，我很早就讲过，人不要脸，鬼都怕。那个赫克塞斯啊，那真是说出来话能听吗？我封锁伊朗，打败伊朗，炸成石器时代，是对全世界送个大礼。什么礼物？石油危机。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嘛。你这样搞下去，不就石油危机吗？这算是送给全世界的礼物吗？第二个，我要讲这个战争里面真正的1号战犯纳坦雅胡。你刚刚看那2张照片，军队打仗是对对方的军队，哪有对平民把人家炸成焦土政策？这什么意思呢？他对的目标不是真主党的军队，他把真主党的地盘全部夷为平地，这在干什么？中国有一句话：“坚壁清野，焦土政策”，什么意思？让你这些难民没回来都没有家住，这块地等于永远你被流放出去。因为真主党这个地盘被打，这个打的是真主党的地盘，请问黎巴嫩政府能够代表真主党吗？真主党只是你政府中间的一个政党，根本不受政府的节制。所以美国说要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来谈判，那是件谎言。第二个，美国想抽腿，纳坦雅胡不准抽腿。是啊，所以在黎巴嫩停战的时候，他又去炮轰人家；上一次停火的时候，他又去炮轰人家。这就是让美国不能走。美国现在急得一个要死，打没有地方下手，你的陆战队敢去吗？你的空降部队敢下吗？那只有炸，你上次已经炸了13000个目标，你还能炸什么？好，我炸发电厂，炸荷姆兹海峡沿岸的这些地下隧道的空口。那伊朗马上把菜单列出来，我把你伯安战争所有油田全炸了，你不但今天一滴油出不去，3年之后你都没有油。哎，我请问，在这种威胁之下，沙特、阿联酋、巴林，他们还相信你美国能保护他吗？就不相信。你这种搞法搞得我现在，阿联酋的现金流都已经断，跟美国联总会要借5亿美金来周转，联总会不给，不给怎么办？跟中国谈，用人民币交易。所以美国这场不但是输在伊朗，中东的局面已经输掉了。你控制了中东那么多国家这么多年，你知道中东国家油钱卖出来的钱一半要去买美债呀，等于是变相的给美国缴保护费啊，养他的基地，买他高科武器的军购，换来的是自己挨炸，而且还被威胁。你说伊朗封锁海峡也就算了，你美国也在那里封锁，所以这个问题哈，美国输的不只是战争了，输的是在中东的霸权问题。将来你美元霸权也会出问题啊！而且
伊朗算的有多精吗？你阿联酋跟美国投资沙特、阿联酋很多中东国家很多 AI 的计算中心，因为油源国家知道我油总有一天要卖完，我就要想办法在 AI 上能够赚钱。伊朗已经把他们列为目标啊！我让你3年之内没有油，你的 AI 也泡汤，这是很狠的。所以你说今天谁占便宜？那美国要面子，还要骗说是巴基斯坦求美国停火，伊朗马上2耳光就扇回去了。我不要停火，而且你扣我的伊朗油轮，我就扣你这些希腊船东。希腊船东跟川普是好朋友啊，对不对？那也间接施压嘛。所以这个问题哈，这个局越看啊，美国越求不着。夹了尾巴，5月1号之前要走。因为美国是连以色列都管不住的情况之下，这完全是听以色列行事吗？就算把人找到白宫来谈哦，讲3周停火，说打就打，而且是这么残暴的对于村庄的整个杀戮。基本上，美国跟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就不一样嘛。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川普好大喜功，他想透过对伊朗的战争立下了一个所谓的攻击，他可以回到美国向选民炫耀，而改变他现在不利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但是以色列不是啊，尤其纳塔雅胡，他本身有他的贪腐官司的问题，他必须让战争一直打下去，战争一直打下去，他的官司才会继续往后拖延啊，他才能够在官司上解套啊。所以2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而这个目标不同，又缺乏一个中间人去做协调，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很矛盾的情况。其实大概从20号以前，川普就在一直谈啊，还说美国跟伊朗要在巴基斯坦给伊斯兰堡进行第2回合的谈判，谈了好多次啦，甚至好几度都传说范斯带的谈判的代表团已经要坐的空军2号的专机，已经要到巴基斯坦啦。但是后来发现，伊朗根本不跟你谈嘛，因为川普本身管不住他那个嘴巴，他又喜欢吹牛，对不对？1个小时可以发个7、8个贴文，然后表达说他不但要伊朗来谈，还要伊朗以战败者的身份，以投降者的身份被美国践踏，被美国蹂躏，他才满意。他哪有说面子里子2个都要的呢？谈判没有这个样子的，谈判一定找一个妥协解。这个妥协解，双方的利益得到一定的平衡，但是川普不是，他的脑海里面全部都是所谓的零和赛局的观念嘛，所以他认为他压伊朗，美国他得到的利益就大嘛。好，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明天有可能要谈了，可是伊朗不承认啊，伊朗说我们的主谈者，是首席代表卡利巴夫。他不去了，甚至扬言已经退出了谈判团，所以这一次是由阿拉格齐外长带队过去。那既然这个卡利巴夫不来，那美国的范斯还来干嘛呢？2个本来是议长对议长是对等的，那现在卡利巴夫不来，当然范斯也不能去啊，去了美国就丢脸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明天真的能谈，第一个他不可能面对面，还是透过巴基斯坦在中间做传话啊，这个哪叫做双方之间的谈判呢？好不容易范斯在第1回合的谈判最后的2个小时终于做到面对面了，但是这一次又退回了原点，又变成的是2个代表团在不同的房间，然后由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参谋长在里面做各2方面的传话，这种怎么能谈到核心，谈出结果出来？再者，大家看到了，范斯不来，卡利巴夫不来，代表双方只是为谈判而谈判嘛，是虚应故事而已嘛。所以明天即使能够谈，大概也只是一种大家彼此之间不要让谈判的门
永远的关闭的一种谈法而已，无奈的做法而已。所以我预测明天即使能够谈，它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的。严老师哦，因为以赫格塞斯国防部长讲出来的这段话，第一个就让人家觉得说，原来美国真的心心念念还是想要拿诺贝尔和平奖啦。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没有给川普，川普就打了，生气嘛，就生气了嘛。那我觉得贺排长他也真的是常常语出惊人啊，然后好像要跟川普比，谁能够吓到美国人更多啊？他讲的一些话一点就是没有完，就是对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叫做《丑陋的美国人》，那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比丑陋的美国人还丑陋的川普，那我现在要说比川普还丑陋的赫格塞斯。真的是丑陋，疯狂啊！送给全世界的礼物是伊朗战争，怎么会是和平呢？你们川普当他把这个部改成战争部，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生气了，因为你诺贝尔和平奖不给他嘛，他觉得为什么奥巴马在上任第1年就拿到？他说好像觉得奥巴马没有做什么，确实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怀疑是奥巴马是被诺贝尔和平奖去绑住他，给他让他不要有再发动战争。那现在川普没拿到以后，他的行为就脱序了啊。那另外，我觉得如果大家今天看刚才这个邱毅委员讲的这个谈判啊，一个就是不同的，然后最后来谈建议面，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川普是地产商哦，我觉得我们今天去买房子哦，有一个中介在那边斡旋哦，然后单独跟你谈一下，单独过去跟他谈一下，然后这样这来回走来走去，对不对？然后说这边还没有答应了，然后你可不可以再降一点或怎么？我觉得很像，大概川普大概就觉得谈判是这样，不是这个样的哦。我觉得川普对外交事务，既然你不相信这个传统的建制派这一套的东西，那你也自己学一学吧，知道看看书，国际外交谈判是怎么谈判的，没有人这样子大张旗鼓乱讲话的啊。然后能够希望他讲的话，他意思我放话在外面，那你好像就要实现，你就要实现，哪有这样子的谈判？那另外我觉得以色列对这个黎巴嫩我真的很同情黎巴嫩，因为黎巴嫩就是一个叫做间接受害的就是等于被波及的 collateral damage， 因为他有真主党，但有真主党在他里头，他政府也管不住。然后问题是因为管不住真主党在那边对以色列造成威胁，难道黎巴嫩的老百姓要跟着一起受害吗？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是以色列在逼黎巴嫩的老百姓起义推翻真主党，你们才会有平安。那我觉得这个和平，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而且以色列还认为说，我今天需要有一个缓冲区所以尼兰地区不能对我造成威胁。好，你真的有了以后，你又变成屯垦了，又进去了，然后下面又需要缓冲区，缓冲区也不断扩大，哪叫缓冲呢？你就是等于不断在扩张领土嘛。所以纳坦雅胡，对不起，我觉得你专心治你的现在查出来不是讲说他有叫射弧腺癌吗？去做了这个治疗了，你还是专心去治疗好了。